前段时间不知道是咋了，网上突然冒出来一个话题，高德地图要收费了，标题还起得有模有样，什么收费3块5，高德打响收费第一枪等等，一时间炸出不少网友讨论，其中不乏暴躁网友怒怼，只要敢收费立马就卸载。很快高德客服的辟谣如期而至，高德过去现在包括未来都没有对地图导航服务进行收费的任何计划。其实咱们稍微想想就明白，高德根本就没有收费的可能，哪怕只收1块钱，百度和腾讯第2天就能把高德给摁死。毕竟优秀的地图 App 那么多，凭啥非要用你高德？不过说到地图 App 收费，其实在差不多10年前确实有收费的，其中高德40元，百度30元，还有一位重量级玩家凯立德收费180元。然后百度高德开启地图大战，双双免费，唯有凯立德死性不改，坚持收费。结果就是凯立德火速凉凉，自那以后再也没有地图 App 敢收费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凯立德是个啥？年纪大点的应该或多或少听说过，如果是00后，估计没几个知道的。遥想10多年前，智能手机没普及之前，凯立德就是地图导航中神一样的存在。它垄断了车机后装市场超过70%的份额，有甲级测绘资质，还发了全国首张全覆盖地图。老司机圈子里到处都流传着凯立德的光辉事迹。高昂的使用成本无疑是凯立德被抛弃的重要原因，但不是唯一原因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探究凯立德导航的兴衰历程，解析其背后的骚操作。一个有庞大需求的行业，只要进入的足够早，就很容易混出一片天地。凯立德的崛起正是如此。故事主角叫做张文兴，90年代初毕业于武汉测绘科技大学，后前往新西兰维卡理工学院及新西兰国立理工大学任教。1997年，张文兴回国，有着强大技术背景的他，与彭晓红、彭学章2人共同成立了深圳凯立德计算机系统技术有限公司。刚开始，凯立德主要是和国家相关部门合作，以测绘国土资源为主，并没有涉足到民用领域。直到2000年，当年最高级别的政策文件里第一次提出要鼓励轿车进入家庭，后来又有文件提出来，在10年内实现当年汽车销售的70%为私人购买。与此同时，中国城市道路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快。张文兴敏锐地察觉到，汽车导航将是未来的刚性需求。于是，凯立德率先开发出首个拥有知识产权的导航引擎，并在2000年着手研制导航地图。2004年，凯立德顺利成为国内唯一一家具有甲级测绘资质的民营企业，拥有业内最完整的地图数据。第2年，凯立德全覆盖导航地图上线，成为国内汽车导航软件的鼻祖。可以说，赶上了中国汽车导航的风口，凯立德自然是如鱼得水。那个年代还没有智能手机，导航软件基本都是安装在车机里面，因此凯立德的商业模式大概分为3种：一是和 4S 店或车企合作，预装在车机内，但是占比很小，因为那时候除非是高端车，绝大多数普通车型是没有车机的，只配收音机或 CD 机，所以 4S 店或改装店就会专门推出加装娱乐大屏的服务，后装大屏里的车载导航，凯立德就是首选。另外，凯立德也有推出导航硬件，类似于一个平板的装置，可以直接手持或放在车里，一般大货车司机选择的较多。当然，以上所有情形都需要向凯立德付费，不但安装时的时候需要收费，使用也要收费。就像咱们现在开视频平台的会员一样，按月缴纳使用费，并且地图定期更新的时候也要收费。因为在那个还没有车联网的年代，地图导航靠的是 GPS 卫星定位和储存在车机里面的地图包数据，不像现在可以实时更新。如果你不付费，就无法享受最新的地图数据。不过这是当年的行业共识，高德和百度都要收费，但凯立德更加靠谱准确，选择的也就更多。当年凯立德有多火？我们拿几组数据来举例。2006年，凯立德获得软银赛富、汇丰1000多万美元投资。2013年，凯立德在后装车载导航中占据71.1%的市场份额，几乎垄断地位。2014年，凯立德迎来巅峰，在整个中国车载导航领域拿下56.6%的市场份额，连续8年盘踞车载导航地图市场占有率第1的位置。同一时间，凯立德的竞争对手四维图新市场份额16.1%，高德仅有8.1%，两个加起来不敌凯立德一半。耀眼的成绩也直接把凯立德送上了新3板。上市之后，更是吸引了小米、华融证券、中国平安等知名企业合计约3亿元募资款。这其中就不得不重点提小米的入股。
2014年10月10日，雷军旗下天津京星和天津顺米8400万元认购凯立德发行的700万股，占凯立德7.09%的股份，借此为小米的智能终端赋能。不过，让雷军没想到的是，这将是他投资生涯中的重大败笔，因为第2年还处于行业巨老的凯立德就立马亏损1600万，市场份额止不住的下跌。造成这种局面还得从多方面说起，最主要的一点是竞争对手的打压。2013年8月23日，高德宣布旗下高德导航手机应用免费使用。不久，百度也宣布手机导航 App 永久免费，导航 App 一夜进入免费时代。反观同一时间的凯立德，或许是觉得自己的地位无人撼动，丝毫不提免费的事情。2014年，使用凯立德导航家原版，每个月收费15元，一年就是180。关键这还只是开始，地图数据每半年更新一次，官方报价300块一次。不同经销商的优惠折扣不一样，但更新一次100-200块钱是不可避免的。算下来，使用凯立德导航一年至少要花费300块。相比之下，高德和百度的免费导航难道不香吗？在免费的诱惑下，高德和百度市场份额双双大幅走高。同时，资本也意识到了导航市场的红利，纷纷加码入局。2014年，阿里斥资14.5亿美金收购了高德，腾讯11.73亿投资四维图新，完善自己的腾讯地图。眼看竞争对手越来越强，越来越多，压力山大的凯立德终于在2016年1月妥协，也宣布免费。但免费的时间还是太迟了。2016年的统计数据显示，凯立德在国内8大主流安卓市场的下载量只有9600多万次，而百度和高德分别是约50亿次和25.5亿次。商业战场上通常都是老大和老二打架，然后老三凉凉。谁也没想到，地图导航领域老二和老三打架，死的竟然是老大。其实，除了在免费这件事上太滞后，凯立德的失败还和自身的不争气有关。2008年，凯立德因涉嫌侵权长地万方的电子地图著作权，被判在中国测绘报登报，向长地万方公司致歉，并赔偿经济损失1000万元。此后，凯立德就频繁受到诉讼，基本都是同行状告凯立德的侵权行为。作为一家靠技术发家的企业，却在技术方面频繁侵权，可见后期有多么的不思进取。相反，竞争对手们却一个个都在收购整合，砸钱提升导航技术。终于在2016年，凯立德全年亏损高达1.04亿，走到了危险边缘。不过，得益于凯立德曾经的辉煌，还是有不少企业愿意将其收购的。比如2016年7月，山东一家名叫新民智通的 A 股上市公司就宣布要花16亿收购凯立德。新民智通的主营业务是汽车钢制车轮的研发、生产和销售，属于汽车零部件制造业。当年因传统业务缩水，想要向互联网转型，就看中了日薄西山的凯立德。理论上，16亿的价格对于连年亏损的凯立德来说已经不低了。但事实上，凯立德还是因为嫌弃价格低，拒绝了这场收购。凯立德的掌权者很自信，但员工们可不看好。错过这次收购后，凯立德1年内员工流失高达35%，其中技术人员减少了近40%。越来越差的形势让凯立德注定很难再有翻身可能。到2017年，不出意外的进一步亏损，数额来到1.85亿，直接从新三板停牌。但即使这样，还是有人看中了凯立德。2018年底，宁波建雄信息出价6.5亿元，准备将其收购。虽然和此前的收购价相比已经腰斩，但结合当时的市值，这个价格已经很合理了。然而，让人始料未及的是，高傲的凯立德竟然再次拒绝了收购。这次之后，凯立德也失去了之前几乎所有的投资人，当然也包括割肉离场的雷军。自此，凯立德彻底沦为了导航市场的边缘产品。时至今日，说到导航，已无多少人还记得它。最后聊聊凯立德的现状。其实，凯立德现在基本没声音了。前几年还在自动驾驶高精地图上有过投入，也在网上掀起了一点点小波澜，但再也没有后续。关于导航方面，凯立德的 App 在各大应用市场还能下载到，以 vivo 和华为为例，依旧还有上千万的下载量，但 App 更新时间停留在了2022年。打开 App 评论区，大多也都是差评，比如更新速度慢、定位不准、与手机不适配等问题。品牌哥下载之后体验了一下，刚打开就提示与最新版安卓不兼容。进入到 App 里面后，界面非常古老，无法适应全面屏，上下都有黑边。具体到地图和导航方面，简单查看了一下，附近已经通车1年多的道路，凯立德都没有标注，甚至有些地点标注都是错误的。最搞笑的是，把手机放在桌面上，什么也没动，
凯立德的定位竟然自己在漂移，然后自动开启了导航探路功能，甚至左上角的时速表显示10千米每小时。品牌哥发现这个 bug 的时候，一度怀疑是不是看眼花了。如此离谱的导航 app 真是闻所未闻。看来凯立德大概也许应该是真的放弃挣扎了。